那个最血腥残暴的反超英剧集回归了，这一季更令人身体不适。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前情提要。沃特公司是一家制药起家的大企业，多年来涉足各个行业，还都是龙头级别的。旗下的超级7人组更是一个聚宝盆呢。但这些超级英雄并非是天赋异禀或者是潜能激发，他们都是5号化合物的小白鼠，让一个孩子从出生就被实验，活下来的都拥有了超能力，成了佼佼者。因而丧命的孩子也不计其数。7人组队长更是一个老蒙多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事实上，拥有超能力的并不一定是英雄，他们人前讲英雄主义，背后却丧尽天良。一群被迫害过的平凡人类决定发起反击，扳倒沃特集团，干掉最强超人类阿祖。过程中，他们得到了7人组新晋成员星光安妮以及梅芙女王的暗中协助，修义跟他渐生情愫，成了情侣。随着深入调查，5号化合物的秘密被男孩们发现了。本想作为筹码对抗沃特，不料新的麻烦接踵而至。布切尔查出了妻子贝加消失的真相，当年还是沃特高级主管的贝加遭到了阿祖的强迫装修，并让贝加怀上了孩子。这事儿不该发生啊！因为阿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他没有父母，完全是实验产物。一发入魂创造奇迹，孕育了第一个自然出生的超能力者。沃特前 CEO 马德琳直接将母子隐藏了起来。莱根的诞生意味着他与阿祖间必定会有父慈子孝啊！好在男孩的成长过程有着妈妈陪伴，贝加把他教育成了一个好孩子。查到这儿的布切尔不得不想办法救出母子。彼时的阿祖身边伴随着一个年超100岁的纳粹分子风暴啊！两人的实力根本不是小队能对抗的，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利用舆论。7人组既是英雄也是明星，最怕的就是人设崩塌啊！5号化合物和曝光，沃特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不过小队友上策，他们就有对策。马德琳死后，艾德加成为了沃特新一任 CEO， 他反其道而行，开始推广5号化合物，称有一批超级恶人非法入境，人们需要5号化合物来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乡。这招的确说服了大量的激进分子，但5号化合物的最终审判还需要听证会来做定夺。为此，凡人小队联手马洛里上校与纽曼议员要联手公布沃特的恶行，更是说服了老一代7人组的点灯人来指证沃特。可意外再次发生了，突如其来的爆头侠屠宰了听证会，而点灯人也因为心态爆炸原地焚化。沃特顺水推舟，再次把矛头指向了超级恶人，还薅起了羊毛，开始明目张胆出售5号化合物。受惊的百姓再次听信了他们的鬼话，而凡人小队也非泛泛之众啊！布切尔直接找上了艾德加。沃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掌控住组个人大于掌控公司。他一个新任 CEO 并不能取代马德琳在阿祖心中的位置，便只能与布切尔暂时合作，一个人提供阿祖的弱点，一个人提供贝加母子的藏身地，其他人则公开了风暴的身份。如此一来，这对无法无天的男女就输了一半了，决战更是分头瓦解。过意设陷阱引开阿祖，对风暴实施了正义的围殴。等阿祖反应过来时，贝加母子已经被救走了。脱身的风暴试图弄死贝加，却因此激怒了莱恩，激光眼伤敌1000，自损1200，风暴直接废了，而贝加也被箭射身亡。加上儿子选择了布切尔，梅芙掏出了监控证据，阿祖丢掉了拥有的一切，众叛亲离下只能认输。事情的善后也很沃特，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残废的风暴，但与其公开相爱过的阿祖，也难免被推上风口浪尖。纽曼议员和马洛里上校组建新的单位超人类管理局，成了第一个合法对抗邪恶超人类的组织。修义毫不犹豫加入了他们，辅佐纽曼寻找扳倒沃特与阿佐的办法，而母乳选择了光荣退役。风暴的事儿，沃特大肆宣扬，专门请来了赛隆女神出演风暴，用一部电影诠释了7人组的正义。阿祖在其中扮演了正义凛然的救世主，联合自己的兄弟姐妹对抗大反派赛隆女神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赛隆的风暴说什么都是对的呀。这部电影问世后票房超高，豆瓣评分直接给出了 9.9 啊，烂番茄的评价也是100%。一众主创少不了四处宣发，阿祖的川剧变脸依然炉火纯青，粉丝们纷纷请愿放出导剪版。沃特公司直接点头答应了，但钱得导演自己出。同时他们与纽曼的组织达成了战略合作，修义自然也参加了宣发，他毕竟是安妮的男朋友，还是纽曼的左膀右臂，但是跟阿祖见面见还是会莫名惊慌。修义观察到人群里有个男人不停地冲着纽曼喊纳迪亚，他全当对方是个私生饭了。步入了上流社会，难免和7人组当下表面兄弟。此次宣发最大的问题仍旧是阿祖与风暴的关系，对此他只能说自己瞎了眼，不停地打发着记者们。 Jesus Christ！ 布切尔的突然出现吓尿了心不在焉的修野。最近超管局一直在寻找超人类白蚁，一个变大变小的变态。
布切尔得到消息，对方要举办一场派对，他需要休伊的行动许可。若不是为了合法死磕超人类，布切尔才不愿意听休伊的鬼话呢。休伊虽然当了小领导，但在屠夫面前还是装不了杯啊。当晚，法兰奇和西梅子来到了马赛克派对，白蚁当真是辣眼超人类啊！西梅子被钢琴声音吸引，他随着音乐打开了歌喉。可事实是，西梅子还是个哑巴。法兰奇跟踪白蚁到了卧室，现场的辣眼程度我压根儿没法描述啊！白蚁缩小后给人疏通管道，演绎了复联4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法兰奇还是来晚了一步，白蚁为了灭口直接缩小杀向法兰奇，看又看不见，打又打不到，眼瞅着白蚁钻向自己的后门。还好西梅子来得快，否则法兰奇只能菊花一支锦啊！然而这小东西太磨人了，最后还是布切尔出手，把他封印在了面粉里，直接倒晕。克制住了自己的杀意，直接带回了超管局。小领导休逸还没羞没臊着，每天晨练、午练、晚练，本草纲目无限循环，没事就跟碟中谍退休的老爹视个频。儿子可出息了，泡上了当红女英雄星光，老爹在老家老飘了呀，凑近镜头听声音的行为太真实了。休逸在单位逢人就被喊阿 Sir 啊，因为他参与并打败了纳粹风暴，这里的人都敬他是条汉子。纽曼对休逸是根本不见外，经常同吃一个汉堡，这好感都明示了。霸道女老板爱上我的汉堡啊！休逸又怎么能想到纽曼就是包头侠？今天他又碰到了那个喊纳迪亚的男人，男人非要让休逸帮忙传个话，就说托尼找他。马洛里把莱恩照顾得相当不错，安全屋过段时间就会换一次，保证阿祖找不到。布切尔跟别的男人和自己老婆生的孩子关系那叫一个不错呀。莱恩对他已经有了依赖性，就像儿子依赖父亲。上提 M16 甘海拉，下到星际迷航当老爸呀。堂堂布切尔在男孩面前收敛了所有脾气，他现在愿意忍受休逸发号施令，不去当个暴力的屠夫，完全是因为莱恩的缘故。布切尔答应贝加会好好抚养这个孩子，因为一个风暴事件，阿祖的掉粉速度那是相当夸张啊，以至于电视采访海鲜侠都能第一个上场。深海一个行为毁医生早就成了边缘人物，他现在结了婚还出了书，虽然书是找人代写的，但名利可是实打实到了手里啊。喋喋不休的和阿祖说着自己的经历，单纯的像个翻车鱼。结果人阿祖根本不屌啊，因为上场顺序脸色相当难看。深海能屈能伸，连舔带怂，硬是给阿祖哄好了。主持人还是那点老掉牙的问题，你和风暴谈恋爱，怎会不知道对方是纳粹分子？阿祖还是那个老掉牙的回答，人无完人，我眼拙了呀。我祖国人虽然刀枪不入，但内心很脆弱呀。说完露出了和善的微笑，但脸很快就耷拉下来了。和艾德加秘密合作的国防部长现在也是混得风生水起，两人打算把5号化合物投入军队。现在沃特集团打造了一款临时5号，可以临时赋予士兵24小时的超能力，一具配方仍在改进，道出了临时5号并不完善。可尽管如此，200万美金一瓶，一个士兵连续作战1个月，那就是6000万呢。配给精锐小队，那得好几个小目标啊。部长嫌贵其实是不想做这笔买卖的，但艾德加就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韭菜。你不买我的半成品，就动用关系让你下台。出来混，那讲的是实力和背景啊。更多原因是艾德加想为沃特转型，搞超级英雄饭圈，迟早要完呢。国防和战争才是前途啊。这边纽曼啃了一口休逸的汉堡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没有，坏消息是白蚁得交给沃特，他们要让这厮当杀虫剂的代言人。纽曼也理亏，波切尔给人家灌了那么多粉，只能去调查点2线角色，解决百姓的忧虑。这事儿让波切尔相当愤怒啊。纽曼和沃特战略合作，而休逸是纽曼的2把手，这不等于是认贼作父吗？休逸认为自己这套对付超人类的手段最无伤也最有效。如今关于超人类的犯罪事件降低了不少，但在布切尔眼里，活着的就是隐患。他们的敌人有钱有权还有人呢，而他们没钱没权还没人，高下立判，不允许妥协。休逸知道布切尔心里还有执念，还有那个夺走自己一切的祖国人还没有杀掉，加上母主和休逸接连退出了凡人小队，他愈发感觉到复仇的遥远。而且因为这种心态，把队友们都逼得太紧了。休逸这种放下一切释然的生活，布切尔是永远做不到的，除非那个人死。前者是热肠古道，后者是不择生冷啊。7人塔上，艾德加同时叫来了安妮和阿祖。星光如今的成就最大，但在资本眼里也只是个农村出来的孩子。鉴于他最近人气极高，提高了公司的形象，艾德加决定任命安妮为联合队长，和阿祖是同级别的官位。一人独大的阿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同一水平线上有其他人，况且董事会做这个决定时并没有和自己商量。他对艾德加咬牙切齿，却不能诛杀此了。安妮的梦想就是出人头地，为了他受尽了屈辱，如今梦想成真，他却不敢答应。阿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清楚啊，这货喜怒无常，是个神经病啊。但艾德加强烈要求安妮点头，这是公司的趋势。
甚至直接赶走了阿祖，根本不在意他的心情。只要他坐稳沃特 CEO 的位置，阿祖就是自己的棋子。见埃德加亲自把自己放在了阿祖的旁边，安妮庆幸努力得到回报。如今7人组只剩下4位，阿祖、梅芙、星光、火车头，但他跑不动了。沃特需要招募3位英雄加入团队，当下有一匹黑马，个人练习生出道的超音速，男团唱跳多年，最终选择华丽单飞。他最大的热点是星光初恋的身份，这种好马回头的剧本就是观众最喜爱看的。按照剧本眉来眼去的样子，让修一全身泡满了老陈醋。修一是个不自信的人，他强迫自己露了个微笑，上前和对台词的2人打了招呼。安妮和超音速的关系属于是初恋互夺真切，多年后仍然聊得来，还总回忆曾经干过的一些傻事儿。修一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，他只能搂住安妮的肩膀，无意义的宣示主权。当2人提起一个秘密时，修一的手握紧了3分，直到听见秘密是安妮出过的糗，他燃烧的炸弹才缓缓熄灭。不自信的人总喜欢人前逞强，不想直接说自己生气，但却喜欢把心情藏在文字之中，暗示对方。修一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他其实不希望安妮当上联合队长，这么做太危险了，可这又是安妮的梦想，能做的只有卑微的同意。沃特很快就宣布了联合队长的事儿，笑面虎阿祖不知道脑补了多少变态画面，他如今地位动摇，再不是一人之下了。月牙冲天时说了想干嘛就干嘛，现在却只能一味的忍让，阿祖只能把脾气发在了火车头身上，这厮成了废人，现在每天还疯狂摄入卡路里。超英霸凌是阿祖宣泄的唯一方式，火车头小声骂了一句，不料被阿祖听见了，反手就是一个胯上运球，吓得火车头瑟瑟发抖啊！梅芙见了这一幕，他再也受不了阿祖的强横了。闷骚阿祖来到了一间房，床上躺着安纳金，正是残废的风暴。他每天还会过来看看旧情人，诉诉苦，谈谈心，展现出脆弱的一面，也不忘废物利用，掌上冲压，完事后转身就走，属实无情啊！梅芙直接给布切尔送去了一份档案，上面是早期英雄团队血债血偿的资料，他们的队长士兵男孩死于40年前的核泄漏，这是对外公布的结果。但梅芙知道士兵男孩不会那么轻易的狗带，传言俄罗斯研发了一种名为 BCL 红的武器，是这个武器杀死了士兵男孩，或许 BCL 红也能杀了这个人，计划那就不言而喻了。但前提是这武器真的存在，想要调查士兵男孩的死亡真相，只能从他的团队血债血偿下手。一个是士兵男孩的相好伯爵夫人，另一个是他的贴身马仔火药，这俩人一定知道点什么。言罢，梅芙递给了布切尔3瓶临时5号，这也能让布切尔在24小时内成为超人类。但这种东西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副作用，布切尔是不屑这种玩意儿的，做事就要倒掉。可窗外的动静打断了他，只能先藏了起来。阿祖这波不请自来，也实属悲哀呀！人生低谷能说话的人，却是一心想让自己死的人啊！或许他登门时的态度还是一副阿祖样，但能夜会布切尔，说明他是有求于人。布切尔就一个态度，啥也别问，问就杀我呀！阿祖则表示，杀你等于给狗安乐死。他最终还是把沃特的对待抱怨了出来。过气网红萌生了起义的念头，他以如果开头暗示合作，宿敌联手扭转局势，还能来一场生死对决清恩怨。布切尔可太想跟他了结恩怨了，不自觉地望向了临时5号，没能力怎么反抗啊？今天是母乳女孩的生日，可他却早已成了门外人。妻子改嫁有了新的家庭，连拍个照都觉得自己多余。女儿还就喜欢7人组，喜欢沃特的超级英雄，母乳也无可奈何，也不能打碎孩子的憧憬。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放弃信念回归淳朴，结果发现生活早已翻篇的可怜人呢。直到女儿入睡，母乳才悄悄打开了衣橱，上面全部都是关于士兵男孩的资料。当年他家人的死就与对方有关，但线索也随着士兵男孩的牺牲断了。准点下班后告别了纽曼，修一又一次看到了那个男人，且对方一路尾随着纽曼。出于警惕，修一默默跟了上去，却发现纽曼认识对方，纳迪亚正是他曾经的名字。男人和纽曼有过一段不简单的过去，两人都曾为某组织的成员。他希望纽曼能把真相公开，至少让人们知道自己的苦难。但纽曼现在地位很高，又岂会为了一段旧情放弃前途？爆头侠就准备杀人灭口了。男人立马察觉不对，当即和纽曼打了起来，要强行把他的头按碎。就在这时，纽曼的瞳孔变得浑浊，男人的手当场爆炸，回身压住，又是2段爆炸。场面极其骇人，纽曼这才战战兢兢地起身，匆忙掏出电话，向电话另头的人哭着求助。而角落里的修一心态又今儿崩塌了呀！我的霸道女上司竟然是敌人啊！终究还是布切尔爸爸最靠谱啊！上来第1集的各种高能，年轻的我却还在吃饭时追剧，现在只感觉浑身都是脑子肠子呀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